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文。好，大家都知道啊，大叔中文呢是广受欢迎的频道，对不对？三位大叔已经不是花名在外啊，是远近驰名啊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我遇到很多学生哦，有一个问题耶。你们好不好奇？好奇，你都说了，我们能不好奇吗？一点都不好奇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像我有很多学生，他都在看大叔中文，但是每当他翻开中文相关的书籍时，他发现他看不懂，他不会，他发现为什么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呢，看视频跟阅读有那么大的差别？我特别，你说到这个，我就是特别害怕学生，对，我特别害怕学生让我给他推荐一本这个中文的，就是母语者看的中文书，就是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我都会保护好我的学生，我就是让他们学一点汉字之后，让他们读一点点，我好厉害，90%、100%都能读懂的东西啊。对，那突然把他们放到那个真实的世界里去看一本就是真实的书，一般就是他们看那个第一章的前几页，基本就是看不下去了啊，就是现实很残酷。对对啊，毕竟课上学的都是很多比较偏口语啊，没有那么书面语的文字，然后打开书就开始看书面语，或者是看那么具体的细节的描述，直接就把学生给那个吓坏了。对啊，我之前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是说很多人都推荐余华的《活着》可以看。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余华，以前我从来没有读过余华的《活着》。后来我有学生想读，我就陪他一起读。当然，因为他是中高阶的，他又是华裔，他的中文水平挺高的，他是能读懂一些的，而且他的听力水平比较好啊。他把那个声音用 AI 读给他听，他能听懂90%几。但是我自己再重新读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特别是第一章的时候太难了，这文学性的表达太多了。对于一般的学生而言，真的第一章也没什么故事性，就是隐喻很多，就是因为后面不是那些场景里的那个每一个人物啊，都对应的是后面还有一些文化背景，因为中国历史的一些文化背景太多了。我之前不是做过一期视频嘛，就讲前面一章还没讲完，都是讲的一些历史背景、一些文学隐喻，累死。你要学生读起来太难了，就是很多文学性的作品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是的，对，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蛮建议学生说，不要一开始把你的理想放得这么远大，要把理想放得现实一点，脚踏实地，就是实际一点。因为阅读这种东西绝对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步登天。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同学们要从阅读下手的话，最好先从一些生活化的材料开始，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位大叔都可以聊一聊，如果要建议学生开始阅读的话，他们应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或怎么着手像我个人就觉得如果你要阅读的话，材料一定是要母语者写的哦。对，这个很重要，是的，因为我有很多东南亚的学生，常常拿他们学校的中文课本给我看，老师这个句子怎么跟你教的不一样？我一看那个句子根本就不地道所以那个就是编教材的人编教科书的人，很明显就不是母语者，他写的不管是语序或用词，根本都不是中国常用的词汇，所以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阅读的材料，第一个就是要生活化一点的材料，你比较好理解，有成就感，你才能继续阅读下去嘛。最好是对话式的，我觉得会对你特别有生活上的那种临场感。第二个一定是要母语者，甚至会有 AI 写的材料，那很恐怖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优先建议各位，如果要从阅读着手的，这两个很重要。
那你们两位有什么建议？你刚才说的2点不是1点吗？啊，换你说，挑 bug 是吗？你说，全部你说，今天就靠你了。不是，我走了，我也走。不是，我在努力的找第2点呢。啊，找到了吗？恼羞成怒。没有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要这个做一些分级阅读啊，就是说因为你刚好在学某一个等级的话啊，无论是这个，我觉得像欧洲这边用什么 CEF2 欧洲等级标准啊，A1、A2、B1、B2、C1、C2 啊，对，美国对中文也有一个标准，就是什么 ACTFL 的一个标准啊，根据你能用什么样的这个，你就是怎么样的按你的那个能力，能在某一个级别达到某一些什么样的交流的能力来划分的标准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用的最多的还是那个 HSK 的那个等级啊，HSK 3.0啊。然后现在其实我看有很多产品都已经做好这种分级阅读的东西，等于说现在你自己你的中文水平、阅读水平是一个标准，那这个分级读物里，它大概有80%或者90%都是你这个级别的里边你需要掌握的词，然后有10%是你不认识的，那你就可以用80%、90%你认识的词去猜另外10%你不知道的词的意思。然后这个你在做这样阅读练习的时候，你也其实在巩固以前你学过的词啊，一边在学新的汉字，一边在学以前学过的汉字。我觉得用分级阅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比如 MyOut 是我最近关注的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很多学生也给我好的反馈，就是他们说他们用 MyOut 来做这个分级阅读的这个练习，然后我有学生给我发这个他们的那个截图什么的，我发现他们真的就是有进步，我觉得这个材料其实挺不错的。你说的那个 Mayo 是一个 App 吗？还是一个什么网站还是什么？介绍一下吧，稍微介绍一下。它是一个网站，但是它也有它的 APP 啊，然后都有。对它就是主打的这个分级阅读的。我也有学生有提到这个 Mayo，最近好像还蛮火的。就是我觉得我学生告诉我的是，它最棒的特点是有分级别。对，它好像有分7级吧，就是有 Beginner 1、Beginner 2，当然 Beginner 2的水平又再高一点点。还有 Intermediate 1、Intermediate 2，还有Advanced 1跟 Advanced 2。然后如果你真的水平很高，你还有一个 Master 的等级。然后好像他们是比较是对话为主，当然也有很多文章的形式，对不对？我知道的是这样。他们我觉得就是跟很多这个分级阅读的这个产品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每次读完一个文章，你可以做一个录音你可以把这个文章读一遍，或者是你可以根据这个文章，然后去发表一下你的看法，然后你可以录制一个就是长达5分钟的一个音频，然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老师就会真的去根据你的这个音频给一个反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对，就是有一个陪伴感嘛，就是有时候你给我一个材料，我自己在那儿读，然后感觉好像就是我自己在学习。那你录一个音频，然后第2天起床看见有一个老师给我一个反馈根据我自己学习的内容一个定制化的反馈，我会觉得就是很有效果嘛。另外陪伴感很重要，陪伴的感觉很重要。我觉得不只是陪伴吧，其实学习语言就是需要反馈的。你比如读了怎么样，还有说你的表达方式怎么样，老师会给你做一些纠正，是真的能帮到你的。这个点我是觉得才是真正最管用的地方。对，而且你也可以写，如果你就是害羞不想录音，你也可以就是根据这个文章，你可以你写一下你的感想、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可以延展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做一个写作练习，然后也会有老师就是做反馈。
对，就这个还挺大的特色。那我觉得这个产品它真的是比别的产品确实多了一个特色，不只是一个特色，而且它其实把整个语言习的这个系统完整了、闭环了。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学生们有时候看视频、看书都是纯粹是输入，因为输入再多，你要没有输出的话，它其实是不会变成你的东西。你需要把你比如说，其实现在中国的很多英语的产品都是这样，它需要有一个输出的过程，甚至有些很多也有老师的反馈，因为反馈来了，孩子就知道，哎，我哪些东西可以提高改进。因为我儿子也在学习英语，我会知道这个，也会观察。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不是也是中国人做的？因为刚才茶叔要提到，要是材料是中国人写的话，它是比较地道的才行。他们的办公室是在那个大陆，我不太确定，但是是在大陆，应该是在大陆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他的文章肯定是中国人写的，里面的文章或者对话等等。对，我看了几篇，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不是那种很生硬的文章啊，挺灵动的，然后感觉是就是老师在写的时候真的有想加进去一些这个本地人就是每天生活中用的一些词，包括那些比较新一点的词，流行词，他都会考虑在里边啊。对，就这个还是一个特色。我觉得其实就是阅读材料这种东西，当然分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每个学生的水平不一样，你能够到的东西不一样。就像笨叔一开始说的，我们大部分中文老师都会把学生保护的比较好，突然之间把你扔到这个汪洋大海里头，你会被吓死。对，你会不知所措，不知所措，所以需要分级。但是我是觉得，对于学生阅读这个东西也需要兴趣，就是这个材料它必须有趣。而且和中国当下可能应该是有些联系的。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它里面比如说还提到了中国大热的一些电视剧，比如说《狂飙》啊之类的，它也会涉及了很多东西。这些其实是对学生比较有作用的，因为我的很多学生跟我上课，他们会想通过学习中文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其实是最为有用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除了这个分级带来水平上的这个契合之外，就是你这个材料的这个可用性以及有趣性。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对，而且我觉得刚刚Ben叔说有一点也蛮重要，就是说，如果你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这个材料里面有8、9成是你知道的生词，你知道的词汇，那我觉得你的恐惧感会降低，同时能够利用你本来有的能力进而去了解那剩下10%你不会的词汇。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说 A+1的一种学习观念嘛，就是有1是你不懂的，你通过这一次的阅读之后，你了解1是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也很重要。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持之以恒，对，就是阅读最好变成一个习惯，甚至是你每天都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你在进行这个阅读的中文训练的时候，最好你都知道每天你有材料，而且是有趣的话题可以去阅读。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是的。所以可能大家不知道怎么拼吧，是 Maayot 啊 ，MAAYOT。这个是一个很我之前你就是开始都不知道怎么读，要推荐这个给学生就对了。对啊。所以Ben叔，你刚刚说那个 Maayot 它是有日更吗？对，有日更，他每天就是推送一篇，就是到我们的这个邮箱里边，然后读完这篇不够的话，他就是进入到主页也会有一些推荐的，根据学生等级推荐的一些文章。这个好耶，这个好，听起来不错。就是我觉得这个比每天推送一篇比一下子把所有的这个文章都放在你眼前比较好。是的。对，就是每天提醒一下会，就是你过去做一下会好一点啊。如果你全都放到我面前，我可能就不想弄了。说实话，一下子太多，真的不想学习。真的，人这个就是人的惰性嘛。有时候你就算你很想学习中文，看到眼前10几篇文章，你可能也会放弃。但是每天给你一个进度。你可能就照着进度走，你可能会循序渐进。而且所有人都有选择困难症，一下这么多，我选择哪一篇啊？然后要是每天你推给我，我不管，今天我这一篇我就看一看，对不对？是的，我是不喜欢，我不喜欢有太多选择，给我太多选择，我就
不选择了，对啊，放弃了，对啊，这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对啊，那大家很符合人性，对，大家可以试试看了哦。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新的 app 嘛，那这个值得推荐的啊，大叔们绝对不吝啬，推荐给大家哦。对，好。其实讨论到分级那个事情，就是有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上课的时候。你怎么那么害羞，那么娇羞的感觉？娇羞，因为你要聊的对象是个女学生吗？你是个小娇夫吗？就是小小的抱怨一下学生了。就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当老师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难的点，就是学生的那个口语的水平跟他们阅读的水平是这个有落差的，差很多。对，就有时候这个很难啊。比如说，可能我教这个日韩的学生，就发现他们阅读能力特别强，识字特别多，但是口语就是感觉可能他们识字能力已经到了那个 HSK 5、6，但口语还在2、3的水平啊。或者是那个教欧美的学生，发现欧美学生就特别爱表达自己，然后口语水平是那个5、6，然后阅读只有2、3，就有时候上课会觉得落差太大，哎呀，怎么办？但是有的学生还特别的自信爆棚的感觉啊，觉得自己口语已经这么好了，然后他要阅读的也要读跟口语一样的水平，这样就导致很难，有时候就是很难，既要保护好学生学习的那个信心啊。他自己口语已经达到5、6级，你说，哎，那我们上课开始读 HSK2的文章，HSK3的文章，那他们就是不接受，真的不接受。给你们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这些口语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啊，然后他们上来就说，老师，我现在正在学 HSK6，然后我们读一些 HSK6的文章啊，但是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发现，他可能这一段里边80%都是他不认识的汉字啊，基本上就是，要是我偶尔提醒他1、2个字没问题，但是基本上每一句话就要停下来，就是3、4次啊，对，然后根本一节课一段都很难读完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很难呐，你不可能就跟学生推荐。我知道他的等级其实是 HSK3的阅读水平，我不可能拿出来 HSK3的教材，我说来你读，我们重新巩固一下基础，然后把 HSK3的文章读一下。那这个学生你瞬间就可以看到他那个表情就不对了啊，就是很排斥这样的做法。对啊，我已经学到这么高的水平了，你让我读这么幼稚的东西，轻视我们。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 HSK3的内容我就要去等级化，我可能把里边的文字抽出来，我可能截个图喂给 AI，然后我说你把，对，我说你把这个字给我抽出来，不是重写一遍，就是我让学生读一个东西，但是不让他知道这是 HSK3 这是什么等级的东西，对，把一些词汇改难一点，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要有那个落差感，就是还是让他读 HSK3的东西，就是简化了很多，不让他读。但是我可能说他读的是 HSK6的啊，有一个善意的谎言啊，就是还是要保护好他，尽量的让他能把以前的落的、没有认真学的这些汉字补回来，然后再去慢慢的追 HSK6的东西。就有时候老师蛮累的，蛮辛苦的，就是一方面要教东西，一方面还要去保护好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自信心和学习的动力，不要让他们有挫败感啊。可是Ben叔，这个就是中文老师的工作呀，不然我们早就被 AI 取代了，对不对？就是说，只有一个一个好的中文老师，他才会根据你的水平，甚至针对你的口语能力跟阅读能力做出一个适当的调整。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才做得到的事情。对，一个教学资历很深的人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就是这样。像我觉得我遇到的学生最大的问题，反而不是口语跟这个阅读的
就是不是口语跟阅读的落差，就是你们知道中文有很多很多那种很日常生活的表达就是那种表达是其实教科书是学不到的，学不到。我最近发现一个词，就是体面就是这个还有文化的东西在里边，就是你表面上你不想让对方没有面子，然后你想批评这个人，但是你最后还是很体面的说了一些话，没有真的去批评那个人我觉得有些词我感觉好像太口语了，我们你还是说你指的那个什么夯啊？最近对啊，很夯那个大力那个字那种就是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网络用语那就是我觉得学生对这个是更难掌握的，但是又是现在我们可能中国人当时下中国人年轻人特别喜欢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学生会容易遇到的一个难点，就是他们很难去掌握这个。然后其实有很多平常用语是我们很常会讲的，好像他被迫怎么样怎么样，被迫，什么叫被迫？就是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常用的词，他们却觉得这是一个教科书可能学不到的词汇，他们会觉得这个怎么学得完，可能会产生一些挫折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身为中文老师，可能我们在教材中都会把这些词汇给拿掉，然后让他们在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的在这边学习中文。但是我觉得我不晓得啦，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通常这样的学生当他们实际上到中国去生活，或者跟一个中国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原来他们都活在这个梦想的泡影当中，不是真实的语境生活。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也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东西很难说呀，因为中文老师普遍为了学生容易理解，说话普遍比较清楚，是标准的普通话，比较慢对啊，所以学生们才听得懂。所以大家最喜欢听笨叔说话，因为他说的最清晰。然后我跟灿叔每次都被骂，然后你们讲那么快，然后喜欢插嘴你们走开。对啊，所以我们代表的是现实的说话，我们比现实已经慢了，已经清晰了。说实话，我们很克制了。对啊，我特别操心我的学生，我就是保护好他们，就是千万不要去接触真实的世界，不要接触不要，那里很危险，不要，那里是火星。就是你们都不会跟学生做一些善意的谎言吧？就有时候学生一节课可能说的真的不是很好，但是我最后还是要就是很专业的说，哎呀，你今天特别棒，就是你那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么难的故事，你都这个说的这么好，就是可能有时候是硬夸，就是感觉不是走心的夸，但是感觉我得夸一下我的学生，不想让他们有挫败感。对啊，一定会。肯定要鼓励啊！我是觉得鼓励一定会，但是不是因为我是中文老师的关系，是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性。我们一定会夸，特别你在学习中文呢，讲的再怎么样烂，我也会夸你啊。对啊，对。那倒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可能我接触的学生和你们还不一样点。我是中高级比较多。对，我倒是觉得怎么说呢？学生就是这个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在上完课之后，或者在上课的时候，我还是会客观的去看到他们做的好的地方，因为总会有看到好的地方，也不是纯粹为了这个善意的谎言。我是万一怕我的学生听到，以为我在骗他们。我是真的觉得，其实是每个人都有一些你其实做到的一些点。这个点就是怎么说？我最近其实在研究一个。因为我发现我接的中高级的学生很多，他们都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突破不了瓶颈。这个其实是大部分中高级学习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呢，很多老师，你跟老师去上中文私教课，1对1的私教课，以及或者说你输入更多的这个语言材料，记更多的词汇，其实都没有作用。或者你只是和老师来上一节课，这样1个星期上一节课，好像也没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其实很多学习者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没有方向感的，他是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能力以及就是差距在哪里的，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就在
现在我在研究一个小体系，也不是很大的一个体系，就是大概有8个小方面。这方面我是觉得都是中高级学习者在学习就是要突破瓶颈的时候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哇，你总结出8个，对，我总结出8个，对啊，来列出来。所以我大概因为一下子想不起来很多，比如说第一个容易就是你很喜欢，就是学生们习惯用短句子说话，句子都很短，他没法把句子扩充变得很长，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卡词，就是在那个状态下突然说不出那个词来。不晓得怎么表达，不晓得，比如这个词语，他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词语，他也没法用一个，比如说我用一个绕一下的方式，用别的简单的词汇去解释它，所以一个对，就卡在那儿了，就卡在那里状态，他也不想试着去用简单的中文去表达出来，他就然后他就会讲出那个英文，要你把那个对词汇翻译出来。这个一点，还有一点，其实我遇到比较多，就是很多学生说话其实没有内在的逻辑。因为中文有很多逻辑连接词的，对，它就是一个小片段，很多学生只是一个小句子，他没有让这所有的小句子变成一个完整的有逻辑性的一个整体，这一点，就是你没法往上走的话，这些东西都需要突破。还有就是你可能这些句子的话，内在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具象化的东西很少，比如说我们在聊天举例子的时候，就是举例子需要有很具象的例子。或者用一些比喻，需要让学生感知到，比如说需要让听众真的知道这个事情的细节是什么。很多学生是没有细节，他只是告诉你，他是很浮于表面的。表面的，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是觉得学生需要去突破的一点。那因为我才在研究这个，那天就用我的一个学生做了一个实验，我就说我给他讲了一下，白老鼠，他还说他听完我和他说我好感动，老师你竟然会专门为了我们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把这个词汇这一个，我就说你就给我说一段话，我就记一下，在这个说话的过程中你会出现，就是只是关于词汇里面你会出现哪些问题。因为之前的话我很多课程可能都是说1对1就是聊聊天，就是和你有交互性的东西而已。这一堂课我就关注着你的词汇有哪些问题，我就突然发现了，确实学生们首先卡词肯定是有的，这是一个。然后呢，就会用一些比较过于高级的词汇去代替一些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用简单词汇的方式。还有就是会受自己的母语影响很严重，比如说有2点，就是英文里头老用 make、do 这种东西代替很多东西。我们中国人比如说 make tea， 我们说倒茶泡茶，对吧？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他们都不知道。还有我发现有一个也是，就是这个代词，其实美国人很喜欢用代词，就是比如说闹钟，要前面说了闹钟说过，后面他们就用 it， 对，用它。我们中国人不会说它响了，什么东西响了，你肯定要说清楚闹钟响了。你不能在这个句子里说他响了，什么响了，狗响了，床响了，对吧？猫响的，对呀。所以我就是觉得，其实学生们需要通过这个，我是觉得需要通过这么一个过程，通过老师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才能有的放矢，一点点去调整和改变，才能知道他前进的方向在哪。不然的话，其实总是在那里打圈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提高，是这个样子。对，对，有时候感觉太依靠这个母语去学习中文了，没有think in Chinese，就是没有从中文角度想。我学生也是总犯什么错误，比如说，老师今天我们说关于什么。就是 talk about 嘛，对啊，说关于，但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说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谈论什么话题啊？但不会说关于什么。其实就是这很日常的口语的东西，很多中高级学生没有掌握的，很口语化一些表达方式，他们其实没有掌握。大家很多时候习惯了去积累很多词汇啊，很多表达方式都太过高级了，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所以就是太想去积累词汇，这也是一个毛病，说实话，因为有些词汇没有那么多的用处。像我有像我有学生他告诉我他每天是要读50个词汇，而且我确定他有做，因为我曾经拿过一篇短文让他去读，没有放拼音，他每个字都读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证明他每天真的就读50个词汇，但是
他很努力学习，但是问题也在这里，他只知道词汇，他不晓得怎么用这些词汇。是的。所以就像灿叔说的，很多学习者会突然拿一个很难很难的词用进去，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不会用这些词。你突然用了那么高级的词汇，会让母语者反而觉得有点奇怪。对啊，我那个学生说，他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听听歌，有时候思考。我说我们开车不会说思考，就说随便想一想一些事情，就想一想就完了，你不会认真的思考。思考是一个很那个什么书面化的一个语言，很正式的一个语言。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学生说一些话了啊。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学生绝对不是都那么脆弱，对不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有的学生的确需要你直接直来直往的告诉他他应该改进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中文老师也不能过于保护学生。有时候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这是不是中国人的毛病啊？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文老师必须要反思、要反省的地方。除非这个学生真的很不喜欢听我们的建议。如果不是这样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当学生遇到什么学习上值得改进、改善的地方，我觉得我们都要说清楚、讲明白。学生付了钱就是要进步嘛，对，不是付了钱听你讲奉承的话嘛。但是有的学生真的是不要听的，就是有的学生真的是态度很好的，就是他是真的敞开自己说，老师你告诉我。有的，对，有这个我会毫无保留的说出来。但有的学生他就是想比较那个觉得自己水平真的很棒了，这个的话你说他不好他是听不进去的，而且他会觉得他会防御就出来了，防御性。对，然后也有的学生就特别的害羞，就是明明做得很好，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不行啊。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他还是就是给我展现出比较脆弱的一面，特别敏感，就觉得我今天还是说的不好。然后就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要看学生的性格来再决定到底说什么样的话。这个就是中文老师重要的一点，AI 取代不了。对，取代不了。因为现在形形色色的学生太多了，有的像刚刚Ben叔说的，就是他自我要求特高，对，有点完美主义者那种感觉。对，你可能你想要赞美他，但是他听到小小的一句，其实你还可以更好，他就开始崩溃了。对，我明明是夸他就，我哪里老师我哪一句说的不好，你告诉我，他就开始自卑心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有的学生的个性是完美主义者，那有的学生就是大拉拉的，就是反正我上完课就好了。有的学生也是这样子。那有的学生你不能直接说他的缺点，你要婉转一点，你要委婉一点。有的学生就是他就是很开放式的，希望你告诉他所有的他可以改善的问题。所以就是中文老师在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3位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的在就是精进自己，对不对？每个学生你要去看看他的学习态度，看看他的水平，其实真的不容易，很不容易。对啊。讲到这里要哭，所以有点快要哭了。就是说除了找分级读物，一把鼻涕一把泪，也要找能保护好你的老师。对呀，就老师已经做了一个分级的东西，为你已经做好了，对吧？是的，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倾向于自习的学生我觉得也很好。像我常常就鼓励我的学生说，如果你觉得每个礼拜跟一位很好的中文老师上一堂课，你的中文就会进步，那根本是天方夜谭。重要的还是在你课后有没有复习，有没有自习。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因为其实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是教你一个方法，给你反馈，给你一些很有趣的情境上的引导。接下来就是我们说这个修行在个人嘛，这个什么？对，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不对？最主要还是自己的修行，自己要努力。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不要觉得，我找Ben叔是这个中文教学品牌中的翘楚。但是
找了课就没问题了。我的课也要搭配自学的，不是说你上课你只来上课你就会进步，对，课下也要复习我们上课学的东西，然后要巩固一下。老师只是下节课呢，对啊，不然下课来了还是在重复以前学过的东西，永远没有大的进步。对，是的，是的。然后我还有一个给学生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找中文老师的话，我建议多方尝试，然后尝试之后再选择一个你认为适合你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法，像我最近有一位学生非常有意思，他现在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学习中文很特别的计划，就是老师我3个月跟你上课，每个礼拜跟你上一次课，然后我说那3个月后你不找我了，他说3个月后他要找另外一位老师再上3个月的课，也就是说他以3个月为一个单位，找不同的老师，去看看不同的老师的教法，跟这种对他来讲哪一个方式让他中文进步最快。对，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法很好，因为本来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特质嘛，所以你面对着不同的教学法，你本来就你会有不同的进步的速度。那我说这3个月你跟我学好之后，比如说再找Ben叔学3个月，再找灿叔学3个月，再找哪个老师学3个月，我觉得1年之后你就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老师是谁，你再持续的跟他上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对，所以我也蛮建议各位同学，你真的想找一个启蒙者或者是引路人，跟你一块学习中文，给你学习中文的路上一些反馈的话，我也觉得你要多方尝试。这跟买东西一样，你要多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对不对？你一定要多尝试，才能找你们是要花钱的人，所以这个钱要花的有价值。多方尝试不同的教学法跟不同的老师是很重要的。对，但也不要尝试太多，我觉得3个就够了啊。上完背书的课，上查书的，背书看书就够了，不要够了，就其他都不够格。我们3个里边消化就可以了。对，我们的视频就给我们自己打广告，不给别的老师打广告了。对，当然这个还有很多因素啦，价格的因素。然后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个性，你跟他的个性是不是很合这个都是因素。那这个就有待你去尝试这不是为我们3个打广告，是一个真心的建议，多方的。但是你当然不知道上哪儿找老师，就找我们3个就好了。对，好老师也不好找啦，就是现成就3个，这样好像也很难找到别的了很难嘞，很难。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到这儿，我们也聊了很多学习中文的一些可能痛点，或者学生们可能也不容易，我学中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辛苦了，各位辛苦了。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拜拜。